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超爱喝酒，但是只能喝3杯的3杯芋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它位于欧洲心脏，号称千塔之城，是卡夫卡的故乡，也是歌德笔下欧洲最美的城市。它就是捷克首都布拉格。接下来的72个小时，我将带大家一起逛布拉格广场、布拉格城堡、查理大桥、库纳霍达人骨教堂，体验捷克特色美食，探访本地绝美西洋酒庄，分享交通住宿攻略。那打算去布拉格的小伙伴们，看这个 vlog 就对了。这次我们订的是一家位于市中心的精品酒店 Le Manus， 距离布拉格老城广场步行17分钟。Booking 上的评分是9.6，也算是非常高的分数了。酒店整体装潢非常时尚精致，办理入住时就会直接提供各类酒水，服务人员也非常热情，我们只要坐着等待办理手续就好。这次我们预定了3晚，每个房间价格大概为145欧元每晚。考虑到是8月旺季，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我们的房间是不含早餐的，因为酒店周边就有很多面包店和吃早餐的店，感觉会更划算一些。Oh, damn. Yep. 快进去。 Oh, you go first. Okay. I'm a little afraid. Oh, look. Oh my Oh god！ my god. 天哪，这个电梯实在是太狭窄了，太狭窄了，太夸张了。这个320公斤不会黑。 320公斤，嗯只有4个人，可是这4个人怎么？OK， 现在我们来做个 room tour。那这边就是一个过道，然后门的背面是很贴心的放了全身镜，在离开酒店之前还可以 check 一下自己的 outfit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是一个电视，很有巧思的是，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音箱。然后这边的话是这个按起来，它就会有这个插座弹出来，还蛮方便的。平时还可以收纳进去，也算是一个小巧思。然后这边是2张 separate 的分开的床，这个酒店的天花板还蛮高的，感觉应该有个3米吧，就超高的。然后整个房间的风格也是特别现代的这种风格，还有一个挂衣服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吧台，然后这边可以喝个咖啡什么的，还有一个水，这个水是免费的，可以随便喝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冰箱，冰箱就是有一些 mini bar 的一些东西。但是这家酒店比较好的是底下的这些 drinks 在 reception 的 drinks 都是免费的，所以其实理论上这个 mini bar 也是用不到的。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，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卫生间，现代的一个设计，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风格。这边还有一个名人名言嘛，就是用心看而不是用眼看，因为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眼睛所看不到的，还挺有意思的。然后这边的马桶还蛮有意思，它的冲水键其实是感应的，它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按键，所以这个还蛮少见的在欧洲。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化妆镜，然后很贴心的是这下面还有一个给女生坐着化妆的一个板凳。然后再往这里走就是淋浴的地方。然后欧洲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备品是只有基础的备品，像比如说洗发水和沐浴露之类的。所以如果你自己要带一些其他的，像洗面奶呀，然后像比如说护发素啊，那这些你都是要自己带的。然后它这边的话也是不会提供，比如说像牙刷呀、牙膏啊这样的东西，所以就是大家要自己带好哦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一般来说酒店都会有提示说，如果你用完了这个毛巾，如果你需要他帮你换一条新的话，就把毛巾扔在地上。那如果你还想再重复使用的话，就把毛巾挂起来，这也是节省能源的一个好方式，就不要浪费。刚从酒店出来，就看到一个人撑着伞飘在半空中，还会随着风摇摆。后来知道这个是捷克雕塑家米浩特帕克的作品 Slide Uncertainty， 也映射着我们人生的不确定性，飘到哪里算哪里。步行至老城区广场的途中，还路过一个非常气势恢宏的建筑，查地图发现是捷克第一互助保险公司的旧址，建于20世纪初，但放在今天依然觉得非常精致壮观。
路过一个十字路口，有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，上面有2只巨型的蝴蝶，而且还是会动的那种。如果你仔细看，蝴蝶的身体像是一个飞机，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是真战斗机，曾在2战时服役。在布拉格的街头，经常看到马车与机动车并肩而行，古典和现代在同一条街道上交织在一起，让人有种神奇的穿越感。脑洞大开的雕塑当然也不止一个，走着走着就发现楼顶伸出来的杆子上居然吊着一个人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个雕塑是由捷克艺术家大卫·切尔尼创作，其原型其实是弗洛伊德。听说因为太过逼真，之前还有人报过警。说到布拉格老城区广场，不知道大家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什么？对我而言，大概就是20多年前红遍大街小巷的蔡依林、周杰伦的歌《布拉格广场》了吧？要不是版权问题，这里的配乐一定得放上这首歌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天文钟，你看到那个设计了吗？对。然后就是经常就是在纪念品店都会看到的那个天文钟。然后整点的时候，对，就会有圣人出来。天文钟是布拉格最有名的地标之一，它建于1410年，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仍在运转的中世纪天文钟。它的表盘非常精致，也非常复杂。背景的蓝色是白天，红色代表黄昏和黎明，黑色则代表夜晚。金色的罗马数字用来显示当地时间，5节克数字则代表旧波西米亚时间，也就是日落到日落的计算方式。整个表盘还会显示星座、月相的变化，可以说信息量爆表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这张图。和布拉格广场的歌词不同，老城区广场并没有许愿池，各个走廊里也挤满了人，但是壮观是真的壮观。广场中间是白色的圣玛利亚纪念柱，左侧则是杨胡斯雕像，背后是双塔高耸的提恩教堂，感觉真是1秒穿越到了中世纪。唯一符合歌词的地方，大概就是杨胡斯雕像上的一大群鸽子了吧。说到杨胡斯，他是捷克的宗教改革先驱，他在15世纪因反对宗教的腐败而被处以火刑，由此成为民族独立和信仰自由的象征。布拉格广场之所以让人觉得壮观，除了本身面积很大之外，也是因为周围环绕着各种哥特式、巴洛克式的建筑，显得庄严又浪漫。OK， 那因为今天晚上预定了一个 tour， 所以我们现在先早点过来吃晚饭。那预定的这家是个传统的捷克餐厅，也是之前我在捷克留学的朋友推荐给我的，希望会好吃咯。那 Let's go！ 你现在是在疯狂的谷歌吗？Yeah， 我在搜应该点什么比较好。这家餐厅有上下2层，总体面积还是挺大的，菜单也有英文，特色菜还有配图。那这里是 local 的啤酒，然后一定要点哦。可以吃个这边有捷克的 specialty， 它的特色菜 goulash。goulash 是就是捷克匈牙利这边的特色菜，就是炖牛肉。挺不错的。还有就是烤猪肘。煮猪肘，对，猪肘也蛮好的。Smoked sausage, bacon, beer, det kan du. Welke? Smoked, 哎呀，这是什么胡椒？这个是熏香肠，然后放。OK， 我们的啤酒上桌啦。我点的是light 啤酒，然后这个是 mix light and dark， 然后这个是黑啤。那大家干杯！亲亲 ，Cheers！ 我觉得啤酒味偏苦一些吧。你都是light了，还会苦吗？那可能也是因为我可能不是特别喜欢喝啤酒。我来试试你的。你这个我感觉更苦哎。那它这个会更苦。对，我要尝尝这个。咱那哥的应该是最苦的。我觉得它这个反而还不那么苦哎。 Smells very heavy. 它这个还蛮好喝的，其实。所以总结下来是这个 dark beer 是最好喝的。越你喝了吗？越甜可能。对，它其实没有那么苦，对。它那个苦味是啤酒花的那个味道。我觉得我这个也不错。所以是我的那个是最难喝的，是吗？哎，好好笑你的嘴。其实这个啤酒度数其实蛮低的，
它这种黑啤才3.8%，就我们昨天在喝的荷兰的啤酒，其实很多都是7-8%，所以就算是黑啤，它也是口感蛮轻盈的。是。你知道这一杯啤酒多少钱吗？我看了200捷克那个捷克币，好像。对，换算成欧元大概就是3欧多，啊，很便宜啊。是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喝点，我可以多喝点。喝点我就算了。对，我觉得如果是在阿姆斯特丹的话，这种啤酒一杯至少都要10欧。没有5、6欧。5、6欧。是要的。然后它这边大概就是阿姆斯特丹物价的一半，我觉得还是蛮合算的，而且就是味道也蛮好的。对。就你知道我之前就是第一次来捷克已经是15年前了，可怕吧？羡慕15年前就来欧洲的女人。放屁！因为就是当时不是我们大家临出国嘛，然后刚好我的舍友是在捷克这边读书，是。然后当时来的时候完全是没有钱的状态，所以这个也不会去像这样的餐厅吃饭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去这样餐厅吃饭也算是第一次来在捷克。对。就之前是只能就是在小店买那种面包吃这样，就为了节省当时。经过了15年的努力，你都可以买下这家店了，现在。不要这样。OK， 我们的前菜上桌啦，点了一个就是啤酒烤香肠，感觉不错吃，然后点了一个 pretzel， 然后还点了一个就是蒜香棍，对 baguette， 然后它这边就是叫 baguette， 然后之前就是穷学生留学的时候，就是每次都吃 baguette。就是 baguette 加一切的，对，然后就是 OK， 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前菜咯。哇，这个盘子好烫，你真的要注意。我先咬一块，然后再咬一点蔬菜。这个是洋葱，应该是生洋葱和熟洋葱。你是会说来的？Ja. Ja? Vertel. 我要试。然后 pretzel 它上面就是撒的就是盐。Thank you. OK。所以对，你可以尝一尝，会不会喜欢吃？好吃吗？是不是很有嚼劲？就有点像，就是怎么说，光饼的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比那个光饼松软一点点。哎，但我的 pretzel 是这样。这个还好。这个还。It's normal if you drink beer, you eat pretzels with it. 和啤酒超级搭。是。液体面包加上苦皮面包，你也是醉。我来试试这个啤酒烤吧，蛮感兴趣，到底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很嫩。呀。好吃。而且它是番茄味，所以我来吃吃配菜的口感。经过这样的烹饪，洋葱它的那个就刺激的味道已经消失了，剩下的就是甘甜。下来吃蒜香法棍，奶香味挺重的，感觉好像搭配这个酱汁也会蛮好吃。是，你可以沾一下。是。干嘛？或者。感觉这样吃味道会丰富。好吃好吃。是。主菜来啦！哇哦，值得哇哇哇哇哇的叫哇！你去看这个烤猪蹄，肉食者狂欢。你看这个白白的，看到了吗？就这个是馒头片还是什么片？对，馒头片啊，跟馒头非常非常像啊。你知道它的就是如果翻译过来，它叫什么吗？叫 dumpling。它是叫饺子，但它是馒头片。就当时我同学有跟我说这个，就是觉得蛮好笑的。对。哇哦。哇，这个 ASMR 就是这个猪皮烤的超脆的，我尝一下。超脆吧？好吃啊。在嘴巴里跳跃。大家看，这个肉是一丝一丝的，对，感觉很有筋道，很有筋道。说不上嫩，但是很有就是也不柴，对，是有嚼劲啊。没有过多的调味，保留了原始的肉的香味。肉食者天堂，好吃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他们这边很特色的辣菜羹，就是很多人接受不了。哇，
对吧？很呛的芥末的味道。对对对，辣菜根。我要小口一点。对，它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来解腻用的，但是正常来说很多人会接受不了这个味道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是芥末。OK， 那我们也来尝尝这边的名菜 goulash， 就是炖牛肉。它是属于咸味的那种 goulash， 就是对，然后它的酱汁是充满了牛肉的那个味道。先下这个，好，你吃一下这个土豆片，那当品。它是 OK， 就是冒充饺子的馒头片。好的。一般般，这个不好吃。觉得馒头片不好吃。对，谁会觉得馒头片好吃呢？加上酱汁是不是好吃一点？那也是酱汁好吃啊，就是牛肉是好吃的，然后酱汁味道是好的。对啦，纯肉战士结算画面，都吃完了，但是食量不是很大的，可以2个人 share 一份，要不然这一份吃到后面还是挺顶的，对，但是味道是真的很不错，好吃。吃完晚饭后，趁着晚上的活动还没开始之前，我们准备先散步去查理大桥，顺便消消食。这里呢，也推荐大家一个路线，从餐厅出发，可以先绕路去杰克大桥，再沿着伏尔塔瓦河一直散步到查理大桥。有些游船上有提供正式的晚餐，伴随着布拉格的落日和伏尔塔瓦河两岸的景色，感觉非常浪漫，很值得体验。布拉格的每座桥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沿河的建筑和风景也非常美。从 Manus 大桥走到查理大桥的这段路上，有些角度可以很好的拍到查理大桥的全貌，包括桥上的所有雕塑，所以非常推荐哦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查理大桥，好像建于14世纪左右的一座很古老的大桥。那我们就上桥上看看吧。查理大桥是布拉格的地标之一，始建于1357年，完成于15世纪初，差不多有700年的历史了。它也是连接老城区与布拉格城堡的重要通道。它本身是座石桥，根据传说，建造者在粘合石块的灰浆中加入了鸡蛋，为了让桥梁更加的坚固。当然也不知道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啦。如果是真的，只能说当时的波西米亚王国真的不缺鸡蛋啊。查理大桥也见证过很多历史事件，其中有一段很著名的历史，其实是跟30年战争有关。30年战争是17世纪欧洲最大的宗教战争，波西米亚也就是现在的捷克刚好是开端。1621年白山战役之后，布拉格这边的反叛领袖被处决，他们的头颅还被挂在查理大桥老城一侧的塔楼上，用来警示众人。查理大桥上最特别的大概就是2侧30尊的圣人雕像，他们大多数是在17、18世纪加上的，其中多数为巴洛克风格，不过现在看到的基本都是复制品。这里最受欢迎的一座雕像是 St. John of Nepomuk 的雕像，传说他是波西米亚王后的告解师，并且拒绝透露其告解的秘密，所以最后被国王扔进了伏尔瓦塔河里殉难的。后来人们把他奉为圣人。St. John 雕像下方有2个铜浮雕，已经被游客摸得闪闪发亮，因为传说摸一摸能带来好运，并且未来一定能重返布拉格。感觉在求好运这件事情上，真是全世界人民都一样。这就是传说中的 St. John's， 这点我们中国人圣约翰。对，但是这么长队我肯定不想排。大家如果有机会来的话，要摸这2个金光闪闪的东西，也可以去摸一下，图个好运吧。好，他要上去摸了。不错不错不错。晚上8点，我们预约了布拉格 Ghost and Legends Night Tour， 整个行程大概将近2个小时，就蛮有意思的。他说他拿着一个油灯，就是暗号，所以找到了这个油灯的这个大叔这里。然后今晚是去听布拉格的城市传说。那由于 tour 本身是不让拍摄，所以只能在结束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导游带着我们在布拉格的老城区暴走，讲了很多关于沿路建筑的城市传说。就经历了布拉格的这个都市传说之旅，就是徒步之旅，我们又回到了布拉格的老城市广场。然后现在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，对，在灯光的衬托下，就是这些教堂显得更加的好看了。别样的这种感觉，就有点像哈利波特里面那种感觉。对，这个教堂真的是非常好看，就尤其是它打的灯跟周围的也不一样。芋头，你喜欢刚才的这个探险之旅吗？还不错，就是你会经过很多就是布拉格的一些
一些房子嘛，然后你也当时也就是你如果没有听他们在讲这些故事的话，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房子背后发生了什么。但他讲的这些故事，你就发现啊，原来是这样的啊，然后就会给你的怎么说，整个旅行增添了一抹色彩吧。对，之后你也可以跟别人说啊，这个房子原来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就很推荐大家，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来这边试试看。空气中弥漫着羊屎的味道。应该是马粪嘛，这边会有很多。对，马粪，有一点马粪的味道。对。啊，这边好多人聚集着看这个天文钟哎。啊，是不是有圣者要出来？可是好像像是一个整点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们可以聚集看一下。马上差1分钟就10点。对，哦，来，1分钟差1分钟10点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我觉得肯定有什么要出来。对，是，它会有每个小时都会有一个圣人会出来，对，每1个小时都会有一个。我们来看看。OK， 开始了。对呀。哦，有一个骷髅头在，有个骷髅在拉钟哎。对。出来了。你拍得到吗？可以吧？在那边。我看到了。哦，结束了。不知道为什么人群这么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嗨，跟着嗨了起来。整点，现在是晚上10点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原来都没有计划过来看这个。哦，对，倒也是没有，但看到就是赚到啦。是。OK， 在暴走了一整个晚上之后，我们回到酒店前台，要了免费的 Prosecco， 坐在沙发区喝个酒，放松一下。大家明天见啦！大家早上好。早上我们在酒店对面找了一家吃早餐的地方，这家餐厅其实还别有洞天的，连着一个很美的花园，但是服务员态度就比较冷淡，但是这也是布拉格很多游客吐槽的一点。他家的菜单基本全是捷克语，所以只能借助谷歌翻译和谷歌地图里的图片来点单。OK， 我点了一个 pancake， 然后这是一个女士 breakfast 套餐，点了女士 breakfast 套餐，然后男士 breakfast 套餐就是有个 sausage， 看过去还不错的样子。总体而言味道还不错，但是没有到很惊艳的水平。吃完饭后，我们就坐电车到布拉格城堡。那布拉格的交通攻略我会放在 vlog 的第2部分最后说明，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后续哦。从电车出来之后，大家还需要顺着这个楼梯往上走，因为布拉格城堡是建在山上的。走上来之后，大家会先到一个观景平台，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布拉格城市，非常壮观，也非常适合拍照。啊，终于爬上来了，这边看景色还蛮不错的。就是围墙有点高，但好歹可以俯瞰一下布拉格的城市景观。一头，这是个皇宫还是个城堡？这是个城堡。叫什么名字啊 ？Bragg Castle， 是不是简简易懂？就是布拉格城堡。对，是的，还蛮大的。布拉格城堡，它是布拉格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地标之一。整座城堡群建于9世纪，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城堡群，占地约7万平方米。它并不是一座单一的宫殿，而是由教堂、皇宫、庭院和花园组成的庞大建筑群。它也被收录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。大家可以提前在它的官网购票，然后打印出来带过去，可以节省一些时间。当然也可以去现场的 Tourist Center 买票。那这次我们买的是标准套票，每个人是450捷克克朗，大概是19欧元这样。里面其实包括了4个景点，第1是旧皇宫，第2是圣乔治教堂，第3是黄金小道，第4是圣维特大教堂。顺着主干道一直走上来，就到了圣维特大教堂的背面和圣乔治教堂。不
同于圣维特大教堂的辉煌宏伟，外墙是红色的圣乔治教堂在蓝天下显得格外醒目。我们跟着人群打算先参观圣乔治教堂。圣乔治教堂建于10世纪，是布拉格最古老的教堂之一。原来的建筑风格是罗马式风格，外表是后来17世纪加上的巴洛克风格的红色立面。而教堂的内部和它吸睛的外表不同，没有过多的装饰，只有厚重的石柱和简洁的拱顶，依然保持着非常典型的罗马式风格。这个教堂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身份，它曾是一个修道院，也是波西米亚王室女性成员的安葬地。走到地下室还能看到石棺和陵墓。那总体而言，圣乔治教堂给人的感觉就是原始、安静、古朴。从圣乔治教堂出来之后，我们就朝着圣维特教堂的方向走。从背面看教堂，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。高耸的塔尖、复杂的扶壁和飞拱、精致的玫瑰窗，把哥特式建筑的力量与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走到大教堂的侧面，越发惊叹于教堂的壮观。高耸的塔尖直插云霄，光是抬头就觉得震撼。教堂外墙布满了精致的雕刻和花窗，细节复杂的让人忍不住放大了仔细看。那我们现在到了布拉格城堡的外面。然后这个是 Old Royal Palace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队排的超级夸张，早知道就应该一开始就先来排这个队，而不是到处乱逛。那大家来的时候也可以记得先来这里排队哦。然后这里就是旧王宫啦，期待一下。好多人排队，好夸张！旧王宫最早在9世纪就出现了，曾经是波西米亚国王的宫殿，后来经历了多个王朝，并且不断被扩建。这个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买个城堡也是蛮值的，对不对？整个旧王宫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弗拉迪斯拉夫大厅，它是整个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哥特式大厅之一，屋顶的拱顶像展开的扇子，非常壮观。我刚问了宅男哥哥这个房间是用来干嘛的，然后他说了半天，我最后只听到了 party 一个词。party 那不是很关键吗？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开 party， 对，我做到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大厅呢，曾经举办过国王的加冕典礼，也举行过盛大的舞会和骑士比武大会。那紧连着弗拉迪斯拉夫大厅的另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就是议事厅，这里曾经是波西米亚王国开议会的地方，可以说是当时的政治权力中心。那墙上也挂着非常多王室的肖像画。这样有一个入口要爬，向上爬，不知道上面是什么。瞭望塔吗？不知道，爬上去看一看。那从大厅的一侧楼梯往上走，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空间。墙上和天花板上都画着波西米亚各个贵族的家徽和族谱，每一个文章的设计都很有意思，连起来看也非常壮观。应该说这边是高级公务员的这个，对吧？家徽的感觉，这边都是什么大法官呀、第三个是 High Judge，High Judge 这是 Deputy Judge， 对，所以但是都是高级公务员，对吧？对。底下的 Land Rolls。这里也保存了一些珍贵的档案，叫做 Land Rolls， 中文翻译过来应该叫土地簿，里面详细记载了土地的所有权。它是不是比如说它的花纹是代表某个地方的一些特色之类的，就有很多不像什么花草啊、樱桃啊之类的那种。还有太阳。对，是不是代表每个地方的一个特色？不知道。逛完了旧王宫，我们也饿到不行，所以先决定来吃个午饭。周围带露台的餐厅感觉都在排队，而且性价比看上去挺低的，所以我们找了一个这种半自助式的食堂。这里就是一个自助式餐厅，看过去还可以，里面有很多什么炸鸡排、炸猪排啊，还有 goulash， 还有一些沙拉什么的，就简单的吃一餐吧。那这里就是你自己拿托盘和工作人员点餐，最后到收银结账。OK， 我们点了一个 chicken schnitzel， 还有一个是 pork schnitzel， 炸猪排和炸鸡排。然后我点了一个凯撒沙拉和一个牛肉汤。那一共是花了，我看一下，766克朗，大概是20-30欧的样子。那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是便宜还是贵呢？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。那这个牛肉汤还蛮不错喝的，味道还很轻。那下来吃沙拉。但就是正常的 Caesar salad， 超大菜耶。Anadette OK， 刚刚换算了一下是31欧，3个人等于一份10欧左右，还是很划算的，我感觉。你可以尝尝这个 schnitzel 好不好吃？炸猪排。炸猪排。我看这个酱汁。
好吃吗？还不错。蛮好吃的。会有猪的腥味吗没有， ？OK，就是我觉得是有点像快餐了，但是又能达到快餐的水准。像我们3个人才30欧，已经很划算了。对，是。那这家店真的是 CP 值超级高，尤其是在布拉格城堡这样的景区，虽然是快餐，但是菜品都还蛮不错的，没有踩雷，环境总体也很干净，非常推荐哦。吃完午饭后，我们就直奔今天最期待的圣维特大教堂。然后这个教堂叫做圣维特大教堂，然后这里有一些进教堂的注意事项，大家也要注意哦，就是在教堂里不能吃喝啊什么的。圣维特大教堂是布拉格城堡的核心，建造始于1344年，由查理4世下令修建。教堂是经典的哥特式风格，高耸的塔尖、繁复的拱顶和飞扶壁，让人一抬头就觉得无限接近于天空。有趣的是，这座教堂并没有一次性完工，因为战争、资金和政治的变动，它的建设一拖就是6个世纪，一直到1929年才最终落成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它并不是纯粹的哥特式风格，还夹杂着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痕迹。内部最吸引人的无疑是那些宏伟的彩绘玻璃窗，每一扇都精致地描绘了圣经场景，线条优雅，色彩柔和，并且随着阳光的角度不同，它的色彩也会发生变化。画面极具流动感，就像在看着一幅又一幅发光的画作，搭配上壁画和圣人雕像，给整个教堂营造出一种神圣又迷人的氛围。在圣维特大教堂里有一座非常壮观的纯银巴洛克式圣龛，里面安葬的就是捷克最受尊敬的圣人之一 Saint John of Nepomuk。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熟悉？对的，他就是在查理大桥上被人摸到金光发亮的那个雕塑本尊，人们把他奉为守护忏悔的秘密、抵御水灾的圣人。他的圣龛是在18世纪由约2吨纯银打造，华丽到几乎闪瞎眼，四周环绕的天使像，上方则是圣约翰本人仰望天空的姿态。就是所谓的王室专用通道，就可以不用跟一般的平民挤一个过道了。那最后再带大家看一下我觉得绝美的3扇彩绘玻璃窗，颜色从蓝色到紫色，再渐变到黄色，华丽的色彩搭配让人觉得静谧、庄严又震撼。从圣维特大教堂出来，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布拉格城堡广场。那这个大教堂的正门的对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， 就是在这里可以租 audio guide， 还有买 ticket 什么的。然后因为我们在网上订了票，所以说就没有来这里买票。那大家可以再来这边租一个 audio guide， 我觉得还蛮值得的。那这次我们也没有租，所以有一点点小遗憾。OK， 那现在到了这个景点套票的最后一个地方，就是黄金巷、黄金小道。那从这个地方进去，就是我们刚刚来的那条道路，但是有一个岔路，这边就可以进去这个 Golden Land 小镇吗？黄金小巷。小巷。对，应该是就是复原了当时的一个小巷的一个风格吧。后来查资料才知道，黄金小道最初是为了城堡里的守卫所建的住所，后来逐渐变成了工匠和炼金术士的聚集地。传说当年的炼金师试图在屋子里点石成金，所以才有了黄金小巷这个名字。Torture Chamber 的这个就是刑讯室，可以进去看一下，感觉还蛮恶趣味的。进入黄金小巷后，我们先上楼去了防御长廊，里面有一个放满各类盔甲的走廊，喜欢中世纪盔甲的朋友们可以狂喜了。就真的还有办法动吗？啊，这个鸟的头上，这个嘴也是武器。OK， 这里就是审讯室，可以看到一堆的刑具。Sex toy， 这是够了。看过去还蛮可怕的。OK， 其实下次如果有来这边的小伙伴，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来这里看，因为太多人了，就是看一眼就走的那种。对啊 OK， 我们要排半个多小时。就是，我感觉这个黄金小道就像卖各种工艺品的这个一道街吧。可能就是房子比较好看一些。啊，这还有衣服店。就完全超商业的一个小道，对，而且说的是对，对，他就算这样还要卖门票，哎，就是不，他可能本来不要门票，
的话就没有人进，但是如果包含在门票里，大家就会对，就是爱来都来了，对，就觉得我们的门票价格是包含了这个的，所以一定要进来。对，都是工艺品店，对，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看。我觉得是蛮好的营销手段。是，这是 tavern， 就是小酒馆、小饭馆的意思。OK， 进来看看。这就是古代的小酒馆 tavern， 还蛮 traditional 的，那个应该是盛酒的。对，对。这个是厨房。这里就是一个厨房，烧火的地方和有锅在那里。好吧，走吧，很小的一个。从黄金小道出来之后，通往花园的路上，大家别错过这个绝美的观景台哦，可以俯瞰整个布拉格美景，还能拍出你的人生照片。那今天因为还安排去了一个酒庄，我们就决定不去花园了。跟大家说一个很悲惨的情况，我们刚刚叫了 Uber， 打算去打算去葡萄酒庄园。然后呢，那个 Uber 司机居然没有来接我们，他就径直驶向我们的目的地，然后还把我们的款就是他这边的打 Uber 是要提前付款，所以我已经提前付款完了。然后那个 Uber 司机直接就是没有过来接我们，然后直接就是开到了我们的目的地，然后我非常生气的取消了就是我们的这个 rides， 然后现在就是目前还在申诉中，对，就好生气。但后来看了网上的一些就是评论说，这个现象在布拉格还蛮常见的，所以大家如果说要打 Uber 的话，就是一定要注意，就是有可能会遇到说司机不来接的情况。虽然说金额不大，大概只有大概10欧左右，但是觉得很生气。我们毕竟在太阳下站那么久，结果就完全就径直驶过我们，就好生气。对，而且他这个平台都没有联系这个司机的这个方法，对，没有他连打电话都没办法打，对，没有办法打电话，然后什么的也不能发信息。